王权，你的厨艺算得上是出神入化了。我出1个亿，你把独家秘方卖给我，怎么样？抱歉，桑小姐，我并没有什么秘方。可你作为京城厨神的唯一继承人，你爷爷难道就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独家秘方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如果独家秘方不方便外传的话，我能否请您到京城大饭店当主厨？价格您随便开。桑小姐抬爱了，我志不在此。王先生，我实在不能理解，这里的饭店到底有什么好？您为什么非要留在这儿呢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饭店的庆功宴。这一年，我们的饭店火爆互联网，成功打响了魔都大饭店的品牌。在这里呢，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饭店的大功臣。天啊，辛苦你！那我们饭店做大了，我要订最大的庆功宴，多派点身份，带你回去见我爸妈。是在，那就是我们饭店的运营宋浩。这一年如果没有他，我们的饭店就不可能家喻户晓，火爆全网。嫣然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干脆辞退了算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王权，今天是咱们饭店的庆功宴，你身为厨师就应该待在厨房，别在这给我捣事儿。原来是个厨子，满身的油烟味儿，怎么配得上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呢？王权，你一个厨子竟然穿白色西装，真是不伦不类。要是不小心沾上肮脏的油烟味，怕是连洗都洗不干净吧？肮脏，那些油烟让饭店每天订单爆单，排队的人数谢不。宋浩，你身为我的徒弟，你觉得厨房肮脏？你身为我的徒弟，你觉得厨房肮脏？嫣然姐，这里明明是你为我举办的庆功宴，师傅却穿得那么用心，还穿一身白色西装。我只不过是好心提醒他一下，不要把腿弄脏了衣服。王权，你的厨艺确实不错，但是如果没有宋浩的运营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你做的那些东西，你该感谢他。厨艺好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可是网络时代，要是没有我们宋总网上运营，饭店根本就没有客人。王权平时仗着主厨和宋总师傅的身份，没少和宋总闹别扭。现在看来，孟总还是知道谁对咱们饭店最重要。师傅，虽然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但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！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些都是你的意思？王权，你少给我摆脸色！我之前是答应过给你股份，但谁让你自己没本事？之前就是因为你没有伺候好投资方的高管，害得咱们饭店差点破产。我没让你赔，就已经是对你的恩典了。师傅，我有一只菜被投资方高管吃出来了，现在他们要撤资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给辞退呀！师傅，你先起来，这件事我帮你解决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是吗？嫣然，师傅是不是觉得我抢了他的位置？要不这个股份我还是不要了吧？师傅毕竟来饭店的时间比我长，要不我还是让给他吧。你不用管，咱们饭店看的是贡献，而不是时间。自己没本事，还有脸怪别人？感谢各位叔伯对我的照顾，小泉在这儿敬大家一杯。以后各位啊，要好好关照关照我们家小泉啊！来来来，尝尝我们家小泉做的菜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坐。小泉啊，这么多小辈里面，唯有你继承我的厨艺啊！想当初你爷爷让你继承家业，你竟然跑来跟我这个老头子学下厨。以后你跟你家那个嫣然丫头啊，有什么厨艺上的问题，尽管找爷爷，爷爷
知无不言。谢谢爷爷。叶安姐，她是不是要打人呀？她该不会要打我吧？这都法治社会了，她怎么要打人啊？王权，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动手？信不信我马上让你滚？脏了的东西，我不要。我不需要你，我自己走。王权，你竟敢忤逆我！王权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这辈子都别再回来了。王权，爷爷，我答应你，回去继承家业。小泉，你终于肯回来继承家产了。我们王家是全国海影集团龙头企业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孙子，要不是你为了那个丫头隐瞒身份，又要出去白手起家，你早就继承爷爷的千亿家产了。一切到此为止，你们都给我看着！王权，你什么意思？竟然敢拉黑我！我不就是把股份给了点小号吗？是你自己没本事，好的怪别人。我有没有本事，孟嫣然你还不清楚吗？还敢顶嘴？魔权，你以为你会点锤就了不起？你有什么资格跟小浩比？小小之辈，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喂，竟然敢关机！王权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，你为什么没有去接我？你男朋友不是宋浩吗？让他去接。你又在乱吃什么醋？王权，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。不过看在你这么在乎我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跟宋浩其实没什么，只是为了给饭店造势、制造绯闻罢了。你明天就去给小浩道歉，如果他原谅你，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饭店当厨师。不去。王权，你非要作是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Took a chance. It's fine. In the light, folded hand. 宋浩，过来吃饭了，待会儿饭都凉了。师傅，早上好呀！昨天晚上我陪嫣然姐运动了一下，不小心出了很多汗，然后呢就用你卫生间洗了个澡，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！哎，嫣然姐，你怎么就买了2份啊？没给师傅买呢？不用管他，快坐，我喂你。啊！王权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今天是魔都饭店的大日子，京城食神会过来指导，我们的饭店会更上一层楼。
到时候你要是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你还要走吗？多吃点啊。依然姐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等我们好好招待石神，等我们回光堂堂以后，王权啊肯定会跪着回来求你的。小浩，还是你懂事儿。要是王权像你这么有能力，又能提供情绪价值就好了。依然姐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。你是我唯一的继承人，你的饭店我是肯定去的呀。多谢石神爷爷，您都退役了，还出来给我造势，我替嫣然谢谢您。好孩子啊，以后只要你有提出什么任何的要求，爷爷都照做。父亲，石神爷爷是为了我才来酒店造势的，不管怎样，这件事我都要去处理。哟，师傅，没想到我还比你先的。没办法，毕竟呢，这开车呢就是一次股份。嫣然姐给的股份太多了，我就买了辆库里南。你别说，还真好开。还是我们浩哥厉害，提高了饭店的知名度，还引来了食神的兴趣。就是，那王璇还想跟我们浩哥争，简直没有一点自主之欲。也别那么说，毕竟呢，要不是王群哥之前看不上我，不让我当厨子，我也不可能经营那么好。我看他呀，都纯嫉妒。他王学菜什么东西呀，也非跟我们浩哥争。哟，这不是那个王权吗？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估计呀，是最后食神要来上我们浩哥的光呗。谁沾谁的光，他宋浩应该很清楚吧？你的意思是我们浩哥占你们光了的？你也不看看你，算什么东西呀？就是我们浩哥能让饭店名扬，还能请来食神，你能吗？师傅，你不会还想说食神也是你请来的吧？如果我说就是呢？来了，来了。王权，你又在捣什么乱？谁让你站在这里的？嫣然姐姐，你快劝劝师傅吧，他非说食神是他请来的，这食神马上就要来了，这事被他听到。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？食神明明是看在小浩的面子上才来咱们饭店的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不要了，孟嫣然，你现在要搞清楚情况，饭店有今天到底是靠谁？靠谁？你不会是想说是靠你吧？王权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厨子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师傅，你平常抢我功劳也就算了，但是食神来了可是关乎饭店的未来，我实在不能容你胡说八道。小肚鸡肠，自私自利，还不赶紧给小浩道歉！如果我不道歉，那我就让你滚出魔都大饭店，并且在全行业内封杀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做厨师。看来这王璇真的惹怒了孟总啊！之前仗着孟总器重他，摆出一副主厨的架子，说什么对顾客的每一道菜都要尽心尽力。现在是快餐时代，谁有那个闲工夫？就是，还批评我们浩哥做菜不认真。现在可是营销至上，浩哥才是最大的功臣。这下好了，王权被彻底赶出魔都大酒店，以后啊，只能到街边的小菜馆炒炒菜，到时候再请浩哥收留他。都听到了吧，王权，他们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厨子，而小浩却有着食神的关系，你最好搞清楚，要不是我，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。是吗？孟嫣然，你确定他有食神的关系？确定要封杀我？对，如果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，不过这次要你跪着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这毕竟呢是嫣然姐的意思啊，我也不好违背。谁敢让他跪？谁敢让他跪？
大喜的日子，大老远就听到什么贵不贵的，不吉利呀！欢迎食神来我们魔都大饭店指导工作，里面请。哎，食神大人，您老人家能来，是我的荣幸，也是饭店的荣幸。多想问您一句，以您如今的地位，为什么愿意来我们饭店指导工作呀？我是为一个人来的。是谁啊？谁识得食神您亲自来一趟？这个人暂时保密，他本性低调，不愿意成为众人的焦点。但他的厨艺精湛，我是为他的厨艺来的。多谢食神，你真是太给我们面子了。难道食神是为了浩哥来的呀？肯定是啊，只有浩哥才有这个实力。阿浩，我原本以为你擅长的是营销，没想到你的厨艺都打动了食神。看来之前王权说你厨艺不行的那些话，都是嫉妒。我早说过，谁对这个饭县贡献最大，你们日后呀一定都会明白的。还是浩哥厉害呀，厨艺连食神都惊动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那个王权上了年纪，早就被派在沙滩上了。食神爷爷竟然说是为了我的厨艺来的，我以为之所以这么多人来魔都大饭店吃饭，只是看在我是王家小少爷的份上，没想到我一个富家少爷的厨艺竟然得到了食神爷爷的肯定。诸位做个见证，今天食神莅临指导，我们饭店一定会拿出我们最厉害的厨师、最厉害的招牌菜来招待我们的食神。师傅，既然你都来了，不如亲眼见证下我如何用厨艺征服京城食神的。拭目以待，借过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曾经呢你说我没有做菜天赋，但现在京城食神都给我背书。等你真的展现出实力再说吧。你真以为我不如你？饭店没你的不成？那再瞧，我迟早要跪求我。这颜色，这味道，宋浩竟然又拿预制菜来糊弄人，看来他上次还没有吸取到教训。大儿子，我最近呢研制不少新菜啊，你远道而来，快尝尝。这蟹有问题，不像是阳澄湖的蟹，看起来很不新鲜。这是蟹啊！哎，有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导致蟹死亡，我这就开除搬运工。食神先生，您再尝尝其他的菜品。啊，对，嫣然姐说的没错，肯定是因为运输导致的蟹死亡。啊，您再尝尝其他菜。糟糕至极啊！这是预制菜，而且是味道最糟糕的那种。你们居然拿这种预制菜来侮辱我的舌头！这是怎么了？食神不是看好浩哥的厨艺吗？他为什么说浩哥用的是预制菜啊？是不是尝错了？我听说京城食神的舌头是最灵的，他只要一尝，不管什么食材都能分辨出来，应该不会弄错吧？可是浩哥也不可能预制菜啊，这可是食神。这是预制菜，绝对是预制菜，我不会有错的。你是这里的负责人？对，我是。你们这里是不是换过厨师？原来那位呢？还有，你们什么时候用上预制菜了？什么预制菜？这分明就是现做的菜。就算真的是预制菜，你们也未必尝得出来。至于之前那个厨师，因为他不懂事儿，被我们辞退了。他可是京城食神，全国就这么一个，你们吃不出来的东西，他还吃不出来吗？你还把原来那位厨师给辞退了，哼！我看啊，你们这个饭店还真是不想开了。老先生，我们走。食神先生，您先别着急走啊，你还没有跟我们所有人合影留念呢。我们的菜你可能不太满意，
但是这个红包我绝对让你满意。就是啊，石山老爷子，你这样走了，我们怎么宣传呀？您不能那么自私，不就是一盘菜吗？您要是不满意，再换一盘不就行了？你们以为食神爷爷跟你们一样贪菜，换菜，换预制菜吗？王权，你不是已被辞退了吗？还死皮赖脸的赖在这干什么？哦，他食神老爷爷喊得那么亲切，我看这老不死的啊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食神。可是你还配合演出，想让嫣然姐留下你的演员，放肆！哟，演的还挺真嘛。王权，之前是你死活要辞职，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别呀，嫣然姐，怎么说呢？王权哥也算是老员工了，让他低头认个错就行了。不行，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珍惜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好歹王权也算我师傅，你这我会没面子。要不这样，让他呢下去当个服务员，磨磨他的心性，等以后呢再让他回来做饭，好不好，嫣然姐？真是低级的手段！你们居然让他做服务员，还用预制菜和红包来侮辱我！我要全网曝光你们！食神爷爷不必搭理这些鼠辈，这里一切和我无关了，我们回家。刚好我爷爷还在念叨您呢。王权，你能不能不要耍那么低级的手段？现在终于承认了，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你派过来捣乱的，还食神爷爷，我看呀，就是与你狼狈为奸的老演员。王权，你明明知道魔都大饭店是我的心血，你却如此肆意抹黑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魔都大饭店也是我的心血，我对他的付出你们都看在眼里。即将毁掉他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王权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孟嫣然，我们分手。我们分手。啊，王权跟孟总居然是情侣，这王权不就是个厨师吗？孟总能看着他？对啊，孟总跟浩哥不才是一对吗？对，他们两个多般配呀！而且孟总明显更看重浩哥啊。这一切如你所愿，愿你梦想成真。王权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吧？以为我们离开你什么就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你王权，我宋浩照样可以争得起整个魔都大饭店。食神爷爷，我们走吧。王权，哎，他们走的这桌菜，当是慢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会上车？王权，那个女人是谁？王权，那个女人是谁？伤心了？已经分手了，没什么好伤心的。之前你拒绝我开出的1个亿工资，就是为了他吧？丫头，你也认识这小子啊？有过几次交集，但不是很愉快。小雪，你跟穆英然真的彻底分手了？我记得雪丫头没谈过恋爱吧？你们俩方面都很相配啊，不必了。你真的跟孟嫣然分手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跟魔都饭店也没关系。从此以后再无瓜葛。我提的条件都还作数。我在京城也有一家饭店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我依然愿意为你开出1个亿的薪资。桑小姐出手好阔绰，你值得。您就送我到这儿吧，邀约的事儿我再想想。不着急，期待你的回复。
王权，我不会轻易放弃。爷爷，我的乖孙，我的前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爷爷，这个时间怎么还没有休息？你白手起家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当然要第一时间见到你。曾经的我，为了那一文不值的爱情，却忽略了身边真正需要陪伴的人。这次就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萱萱，我的乖孙，以前连刀都拿不稳，现在都能给爷爷做一大桌子菜啊！爷爷，您要喜欢吃，我以后经常给您做。好。是哪个不长眼睛的，一直给你打电话？爷爷，您先吃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有什么事儿？王权，你为什么没有回头？饭店需要你，你快回来吧。我们之间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已经辞职了。你的饭店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分手就分手，我不同意，这不作数。你赶紧滚回来给我做饭。莫嫣然，很多事不是你说不算就不算，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可是你说过要永远永远爱我，要给我做一辈子的饭。嫣然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等我把咱们家的街边小吃经营成魔都最大的饭店，咱们就可以一起过好日子了。鸳鸯交颈7000岁，情色协和愿百年。王权，你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，给你做一辈子的饭。好，不然你可不能嫌弃我没有文化。不会。自从宋浩出现，这一切都慢慢改变了。我们之间如今什么都没剩下。莫嫣然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驶向哪个码头的话，那么任何方向的风都不会是顺风。别说这些我听不懂的，你到底回不回来？我永远不会回去了。你是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嫣然姐，他都已经攀上高枝了，怎么可能还看得上我们的小小饭店呀？说那么多都是在狡辩罢了。那天我都看见了，你明明傍上了富婆。就是，那天我们大家亲眼看到你上了那富婆的车，那车可值不少钱呢。你作为一个厨师，就算干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轮胎。王权，你什么时候跟那个女人搞上的？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，连这种老女人的嘴都下得去。时至今日，你还在相信宋浩的话？宋浩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十足的大渣男。其实你早就已经出轨了，对吧？愚不可及。既然你再次选择相信宋浩，我也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。萱萱，你已经离开魔都大饭店，要不爷爷就先把头都吃了。这是饭店投资的报表和资料，能给我看吗，爷爷？爷爷为了帮我给魔都大饭店下的血本，整整1个亿的资金，才砸来了这名扬魔都外滩的金招牌。可惜，如今没有了我爷爷后续的资金支持，还有宋浩跟孟嫣然这2个卧龙凤雏在谋划，这块金招牌也快变成渣土了。白雪，这块饭店是你一生的心血，你要舍不得，爷爷帮你抢回来。已经被玷污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好，那就回来继承家族产业。我们王家家大业大，世盖一不上继承。少爷，老先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
怎么了？摩托大饭店的事情都已经上新闻了。嫣然姐，你就放心吧，以我的营销手段，那些网红都会来咱们的餐厅打卡吃饭，到时候这新客呀，还不是络绎不绝？还好有你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关系，嫣然姐，就算没有他王权，咱们呢也能把这饭店做大做强。什么玩意儿，难吃死！这食材根本就不新鲜，跟以前味道相比，一个甜一个低，这收费这么贵。别，这么坏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嫣然姐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请了100万粉丝的网红，只要他一打广告，我们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户。你们店里的菜难吃死了，我要是推荐给粉丝，会取关我的。你们店里的菜难吃死了，我要是推荐给粉丝，会取关我的。您的损失呢，我们饭店一定会补偿给你。只要您和您的网红朋友都能来我们的打卡就行。行，那就再帮你们一次。嫣然姐，看到了吧？就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。这活我不接了。为什么？京城食神已经全网发声了，吐槽你们店，说你们侮辱了厨师，侮辱了这个家店，侮辱了整个行业。可能收我的钱，你必须我们打广告。这钱我挣了。上次给你们分享，粉丝就说你们家的店菜又贵又难吃，甚至都取关我了。因为给你们打广告，我都损失不少信誉了。现在连京城食神都发声了，从此你们店就是一个过街的老鼠，谁还敢接你们的单啊？以后有这种事儿别来找我。不是，你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我商量。京城食神，难道那天那个人真的是食神？我们开出王权的决定，真的做错了吗？我们开出王权的决定，真的做错了吗？嫣然姐，这手手艺一定可以超过师傅，不信你们尝尝。你这是预制菜，根本没有办法给客人吃。你懂什么？我是在做极致的利润，未来是预制菜的天下，我这是在拥抱未来。我们的定价并不低，你让抱着品尝美食憧憬的客人吃这种廉价的快餐，简直就是在断送我们饭店的未来。嫣然姐，我这也为饭店考虑，师傅怎么老针对我呀？我觉得阿浩说的没错，王权，你有些固步自封了，你不要因为嫉妒阿浩就故意否定他的意见。难道王权说的才是真？以后魔都大饭店的事儿都不用告诉我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圈圈，虽然你和那个饭店没有关系的，但你这么多年的付出，你又是个重感情的人。这样，明天我举办的宴会，欢迎你的回归，正好，也可以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。爷爷，我不喜欢那种高调的场合。圈圈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没几年活头。在我死之前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继承王家的家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？嫣然姐，没错，肯定是那王权的背后搞的鬼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那天我们都看到他上了一辆富婆的车，肯定是他在富婆出枕边风，好让他打击报复咱们的饭店。不然就凭王权一个厨子，上哪里认识京城食神那样的大人物？你说的对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打听到明天有个名流宴会，咱们直接去那里拉投资。好。
王小少爷，您终于回到王家了。之前一直想找机会拜访您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，果然是年少有为啊！感谢各位的抬爱，大家都别围着我了，去感受这场宴会吧。王权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无法接通，你居然会出现在只有位高权重才有资格参加的宴会上，还穿得这么高级。打不通电话是因为我拉黑了你，不过你们都能来，这个宴会也并不算什么高级。你，嫣姐，别生气，我们是来办正事的。你是陪你那个富婆来的吧？那个老女人呢？怎么没来给你撑腰？黄泉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出轨。你离开饭店也是因为那个富婆吧？我离开饭店是因为你和你的宋浩把我开除了。你还敢狡辩？网上那些抹黑饭店的言论，是你给富婆吹枕边风，让她发动食神给饭店抹黑的吧？你真没有想象力。饭店如果在你的经营下还能够苟延残喘的话，不如把精力放在工作上。还敢狡辩？看看你穿着一身骚包的样子，还敢来参加这种满是大佬的聚会？不是帮富婆让她带你进来的，难不成你还是被邀请进来的？王权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以为你耍的这一点小心机、小手段就能抹黑我的心血吗？告诉你，我已经联系上华盛餐饮集团了，只要我给他们10%的股份，他们就会给我资源，到时候就等着后悔去吧。作为华盛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投资你的事儿？作为华盛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投资你们的事儿？黄权，你知不知道华盛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上市公司1000亿市值，况且新上任的董事长还是华盛唯一的继承人，你吹牛也要有点限度吧？到时候真见了华盛小少爷，你可别被吓得屁滚尿流。我昨天还在想自己开除你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，现在看来，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富婆怎么还不来？真人为你撑腰，到时候你冒充华盛小少爷被人赶出去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呀？爷，你就是权权以前思明要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权权呢？眼睛不要长在脑门上，要长在眼眶里。一帮有钱的老女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连老头都不放过？不长眼的老东西，识相点的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把你老不死的骨头都给拆了！丫丫，快救我！丫子，快救我！王存在在打我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王权，你知道这里什么地方？你竟然动手打阿浩！要不是我今天不想见到血，我让他消失在这个世上。你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有你护着，我没事。倒是你，我喜欢这样一个女人。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说我？你又算哪根葱？怎么，你还想动手打我？打呀！刚才打了阿浩，现在要打我是吗？只要你动手打我，我就到处说你动手打女人。他不打女人，我打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富婆，包养王权的老女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老不老。怎么可能？王权巴结的富婆应该又老又丑才是，怎么可能是你那么好看的美女？不管你这个女人长什么样，你凭什么打燕姐？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他不仅对老人不敬，甚至还想动手，我打他2巴掌都算轻的。王权，这个女人竟然打我，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？我没什么想说的，我觉得这位小姐说的对。王权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但凡我受一点伤，你都会很心疼。您是王权的爷爷吧？您还好吗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放心吧，
你真是个好女人。要是全全以前喜欢的就是你，我老头子也不用操这么多心了。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这可能就是王权需要经历的磨难吧。您看他现在变得更加成熟理智了，不是吗？但愿如此吧。来，我送您过去休息。好。王权，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我跟你已经分手了。是因为那个女人，你为了她要跟我分手？你倒真是会倒打一耙。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真的以为你随便找个女人就能气到我吗？我告诉你，王权，你的算盘打错了。王权，如果你识相点的话，就赶紧让那个女人给燕姐道歉，不然的话，我把你俩一块收拾了。你收拾我？对，如果你现在向妍妍姐道歉的话，我还考虑放你一马。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跟王权狼狈为奸的话，就不要怪你对你不厚。聒噪！你敢跟他动手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只要他敢伤害嫣然姐，我就绝对饶不了他。没想到到最后，留在我身边的人是宋浩。黄泉，我还真没有冤枉你。你们要为你们的愚蠢买单。放心，我是谁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桑氏集团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？桑氏集团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？当然知道，桑氏集团同为千亿家族的一员，仅次于王家的存在。桑氏集团最有名的继承人桑雪，经营着京城最大的一家饭店，同时也是我们魔都大饭店要追赶的目标。怎么，你不会是想说你认识桑雪吧？不只认识，我就是桑雪。你是桑雪？你要是桑雪，我就是桑雪的小妈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？居然连她都敢冒充，长得妖里妖气的，哪个 KTV 出来的，还敢冒充桑雪小姐？桑雪那样的顶级豪门千金，我都攀不上，怎么可能轮得到她王权？你们两个应该都有手机，财经新闻上有我的照片，你们自己对一对，就知道我有没有在说谎。这怎么可能？王权爷爷说的没错，眼睛要长在眼眶里，而不是头顶上，不然就成了没有脑子的睁眼瞎。你今天真的是桑氏集团继承人桑雪小姐？桑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冲撞您的。桑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罚我吧。我们无冤无仇，不过几句居语而已，我不在乎。但你们真正对不起的人是王权。桑小姐，王权不过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，你千万别被他蒙骗了，替他说话。桑小姐，您有所不知，这王权啊，之前在饭店根本就没有任何立足之地，所以呢，他才另寻高枝，准备报复式饭店。桑小姐，您那么高贵的身份啊，他连跟你提鞋的资格都不配有。哦，那照你的意思来说，谁最有资格配给我提鞋？桑小姐，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现全骂招。宋浩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宋浩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说要为饭店出谋划策？你怎么能去桑雪那里？嫣然姐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更何况我这个是人之常情。那你之前说过的话都是假的。你说要为饭店出生入死，要把我们的饭店做到全国最大最火，这些话也都是假的。唉，看来你已经是别人的中仆，我就不懂人所好了。啊不，我又没有跟魔都大饭店签约，更何况我没有签卖身契，我想去哪里啊是我自己的事。哎呀，我听说您的饭店名扬京城，有我的加入，以后肯定能扬名全球。宋浩，你居然当着我的面要背叛我！如果你现在给我道歉的话，我还可以再跟你一起计划。
看来你和孟嫣然的感情很深，我怀疑你不能全心为我效忠。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。嫣然姐，我跟你只是合作关系，更何况你说过我们之间的暧昧都是炒作，你真的没有任何责任可言。宋浩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两面三刀的人。桑小姐，我已经跟孟嫣然说清楚了，我马上就从魔都大饭店辞职，以后呢就能为您效力了。宋浩，我真不应该相信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要不忠不义之人。你们饭店只有一个我能看得上眼的人，很可惜，当初我向他抛出橄榄枝，他却拒绝了我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能会有人敢拒绝三家大小姐的邀约？我当时花1个亿想要挖走他，可他却说他想留在魔都大饭店实现梦想。能为桑小姐效力，就算要我倒贴我也愿意啊！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连1个亿都放不上眼里？这件事情不如问问王权，当初为什么连1个亿都看不上，你要留在魔都大饭店里？王权，他曾经想用1个亿挖走你，你都没有动摇。现在说这些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？无论对错，请你以后不要打扰我。王权，你回来吧，魔都大饭店始终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你成全了饭店，可是饭店也成全了你啊。之前是我们做错了选择，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回到正轨了。时至今日，你还在认为再给我机会，简直愚蠢至极。王权，我都已经开口让你回来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我说过，我不会再回去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王权，王权，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？我错了，你现在能回来了吧？你的道歉我接受，但我选择不原谅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不管我做错什么，只要我一低头，你都会回来的。是他给你的爱，让你忘记了照镜子。没有他的宽容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王权，你是不是早就已经背叛我了，所以你才不会回来？王权，你不过就是仗着桑小姐在你背后给你撑腰，就开起白棋谱来了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你只是一个厨子？嫣然姐，我的心其实还向着你呢。既然王权不愿意回来，我会把饭店发光的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回不回来？别到时候被这个桑雪玩，你也再回头求我。孟嫣然，你真是无药可救。只要王权肯来我的饭店，别说1个亿了，价格随便打开。孟嫣然，我可跟你不一样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反而开除了真正的公正。少废话！王权，你现在不就是傍上了富婆想跟我叫板吗？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早就回头瞧我，摇尾乞怜了。你再多说1个字，你和宋浩都给我滚出去！王权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傍上了桑雪就天下无敌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场宴会是王室举办，就算是桑氏在王家面前也要暂避锋芒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借了桑雪的光，就可以在王家的地盘上撒野了吧？你凭什么笃定我不是王家人？你一个卑微的厨子，还敢妄想自己是王家太子爷？你是被油盐熏傻了吧你？王权，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来跟华盛集团融资的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如果回来，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在魔都大饭店当厨师，否则你别等这个桑雪把你玩腻了，你再回头求我。你放心，我听说王家小少爷没什么架子，很好说话，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怪罪别人。如果他们真的跟华盛集团达成了合作，跟王家小少爷告你的状的话，我也会想办法去解释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。
现在知道错还来得及，到时候我们魔都大饭店真的和王家合作了，就算是丧事，我们也不会放在眼里。王权，我让你回来是看在你厨艺不错且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，但在这个时代，最重要的是资本和营销，别不识好歹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怎么不知道华盛集团要跟你们俩？王权，你是入戏太深了吧？别自己把自己给骗了。王家小少爷什么地位？桑雪都能在财经新闻上搜到照片。这王家小少爷那么多年来，没有人敢透露他半点消息。这种人物也是你敢冒充的？他王权就是我王氏的小少爷唯一的继承人。他王权就是我王氏的小少爷唯一的继承人。真没想到，全权一心对待的人，竟然是你们这种钻营苟且、掰瓜产鸡的东西。爷爷，别生气了，我扶您进去休息。又是一个臭老头，你演戏也上瘾了是吧？王权，出来混讲的是背景，混的是势力。你真以为你这找个老头出来扮演董事长，就能拿着鸡毛当凤凰啊？快抓紧回去舔你的桑雪去吧，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王权，我看你真是得了失心疯，居然连王家继承人的身份都敢冒充。宋浩、孟嫣然，你们两个别太过分。不管王权是什么身份，都不是你们羞辱他的理由。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小白脸，羞辱他又如何？桑雪，你连这种男人都看得上，你真是恶。可以眼下新貌的女人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像新貌的女人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居然敢吼我！竟然敢吼嫣然姐，看我抽你个屁！啊！伤害我的家人，给我死！松手，好疼啊！嫣然姐，赶紧喊人啊！大家都快看，这里有人打人了！我是魔都大饭店的宋浩，他们一直欺负我和嫣然姐。你快去通知王家小少爷，说有人在他地盘上闹事，把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！老董事长，小少爷，您二位没事吧？你真的是王家的小少爷，怪不得我之前出1个亿你都看不上。王权，我有生之年是不是挖不到你了？那就看你有什么实力了。这不可能，王权怎么可能是华盛集团的小少爷？都是你骗的，你们都是他请来的野人。宋浩，那你觉得我是野人？李经理，我怎么能怀疑您呢？你只用饭店10%的股份换取1亿资金，为我们饭店投流，所以才会有后面魔都大饭店的辉煌。是不是桑雪给你什么好处，所以你才下面这个小白脸？真是愚昧无知！要不是看在小少爷在你们饭店当厨师的份上，我们何必给你们投这么多钱？饭店能火爆全网，都是我为了权臣在背后推流，跟你宋浩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不可能！魔都大饭店分明是用我在网上的语音在逐渐打开的口碑，怎么可能越王权？你们都是骗子！我不信，我不相信王权是华盛集团小少爷。如果他是，之前为什么一直隐瞒？你们都在撒谎！我之所以隐瞒身份，是因为你之前说过不喜欢脑袋空空的富二代，我想跟你白手起家，只是没想到那个脑袋空空的竟是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嫣然姐，你要相信我，饭店是因为我才打开口碑，不是因为王权。这里面都是这些年的投资跟流水，你自己看吧。真的是你，因为你给饭店投流，吸引来了新顾客，也是因为你的厨艺，
还留住了那些熟客。原来真的是我错了。怎么可能？饭店律师是我预才起来的，我们在这里你们都是骗子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拖出去！以后谁要是和魔都大饭店合作，就是和王氏集团作对。这两个人不允许再踏入王家地盘半步。原来你真的是王家小少爷，王权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相信宋浩的话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我不会回头，你好自为之。就算你不原谅我，也不能不管我们饭店啊，这可是我们的心血。莫嫣然，毁掉魔都饭店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我早就劝过你们不要用预制菜，可你们偏偏不听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即使我离开，即使没有爷爷的头留，你们聘请一个好一点的厨师，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王权，那你还爱我吗？从你宣布宋浩身份的时候就不爱。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就不会失去王权，都是你的错。你去死！纯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再动手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纯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再动手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快把他们全都给我拖出去，以后不准再踏入这里半步。是。放开我！终于亲近了，咱们两个可以好好说上话了。有事啊？我还是想重金挖你，你给个数，多少钱你才肯来我的饭店？你觉得多少合适？王家的小少爷嘛，价格肯定不能少。你看，拿我抵债，如何？